囚犯在审讯时故意碾灭烟头，然后趁着审讯人员不注意偷走烟灰缸里最长的烟屁股，等到他自己个儿被问完话带回牢房，故意一个趔趄把烟头塞进锁槽。狱警被囚犯的假动作所蒙蔽，并没有注意到牢房肛门上的门锁已经被剁了手脚。得知囚犯没有受伤，狱警与往常一样吱嘎一下锁上肛门，锁舌呢被烟头阻挡，未能弹进卡槽锁上肛门。囚犯出于谨慎，亦没有轻举妄动，而是偷偷留意狱警的巡防时间，静候队友的接应。队友为了能尽快混进监狱，提前拿着 biu 枪朝着自个儿的大臂膀子噗就是一枪，然后把偷来的军装套在了外衣里面，前往医院处理伤口。按照规定，医院遇到不明枪伤的人员，必须先将其送往监狱查验身份没的问题才能进行救治。于是就这么式儿，队友成功的被送进了监狱牢房，等待狱警甄别身份。随后队友机警的凑近房门，确认外面的狱警已经悉数离开，然后迅速来到牢房的水管跟前儿，咣是敲击着管道，向囚犯们传递着摩斯密码的暗号。当囚犯听到暗号的声音，立马就翻译出了暗号的内容。得知队友被关在9号牢房，囚犯赶忙抠开门锁，悄悄地推开肛门，探头查看外面的情况。确认一切安全过后，囚犯拿走了锁槽内的烟头，锁上肛门，然后蹑手蹑脚地溜到9号牢房跟前，悄悄地拉开肛门，在房门上轻轻敲击着摩斯密码。队友一听，紧忙按照指示来到房门那里，吐出藏在嘴里的小铁丝儿，从猫眼里递给了囚犯。囚犯接过铁丝儿，把铁丝儿塞进嘴里，咵咬了2下来，拿着小铁丝儿去掏房门的锁眼。队友则是迅速解开外衣，脱掉反装在里面的军装，随着房门吱盖一下被打开。队友把军装递给了囚犯，囚犯立刻换上军装，猫在角落等待越狱的时机。不久后，狱警查房发现囚犯离奇消失，监狱立即拉响了威呜的小警报，派出了大量的狱警前去搜寻囚犯。殊不知囚犯就混在外出的狱警当中啊，光明正大的溜出监狱。而队友也在被确认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之后，被狱警给释放回家。等到狱警查明这一切都是2个人的阴谋诡计之时，2个人早就换了身份，潇洒离去。男人悄悄地从保险库里拿走金条条，然后把羊尿反复提纯，拿毛刷把提纯后的尿液均匀地涂抹在金条条上，给金条做出气味标记。接着把羊尿放到警犬跟前，等警犬慢慢熟悉了这个要追踪的小味儿，老爷们便按照劫匪的指示来到交易地点，把金条条扔出窗外，丢到路边，然后迅速驱车驶离。劫匪则躲在暗处，指使小孩前去捡走金条，自己个儿则小心翼翼地观察四周，确认周遭没有埋伏之后，才赶忙上前接过金条，一脸嘚儿喝地揣到兜里。可劫匪早就料到男人会在金条条上动手脚，于是特意将开水倒进辣椒粉里和了，用辣椒水浸泡金条，混淆气味，以避开警犬的搜查。随后劫匪拎起辣椒水里的金条，用舌头舔了一口，咂着嘴确定，就是哮天犬也只能闻出这个辣味，闻不着条条味。紧接着便将所有的金条泡进辣椒水里，如法炮制。完后劫匪伪装成一个豁牙的老太太，推着婴儿车来到车站准备运走金条。虽然此时的车站里面已经戒备森严，可劫匪通过伪装成功骗过了售票员，顺利买到了车票。就在劫匪避开士兵前往检票口的时候，警犬突然朝着婴儿车疯狂的示警。一旁的小兵见状，紧忙赶过来查看。劫匪主动掀开帘布接受检查，看着车里的婴儿，小兵连忙赔不是，不好意思啊，也许是警犬闻错了，对不起，都是误会啊。随后小兵见老太太行动不便，主动帮忙将婴儿车搬上了楼梯。小兵还搁这纳闷，这婴儿车怎么这么沉呢？劫匪看出了小兵的怀疑，立即弯腰叹气，年纪大了，就把所有的行李都塞到车里，累到你了吧，小伙子。小兵一听，这才打消了心里的疑虑。这时队长刚好巡查归来，与劫匪他们擦肩而过。劫匪做贼心虚，假装擦汗以遮挡队长视线。然后在小兵的护送下，劫匪推着小车晃悠的前往站台乘车。谁知另一只警犬忽然迎面走来，劫匪心虚的低头躬身，试图蒙混过关。可警犬张嘴就朝婴儿车里疯狂直叫，这立即就引起了小兵的警觉。如果一只警犬失误，另一只警犬总不可能也会失误吧？一想到这儿，小兵赶忙拦下了劫匪，仔细检查婴儿车，紧接着就发现藏在婴儿车身下的布兜。小兵拎起布兜，让劫匪打开检查一下。劫匪耷拉着大眼皮子接过布兜，瞅准小兵的裤裆，噗呲就是一脚。队长听到小兵的惨叫，立即带人赶了过去。劫匪见状，抄起 biu 枪朝着士兵疯狂，然后一把将婴儿车推下楼梯，引开士兵。为了避免婴儿发生意外，便衣战士立刻奋不顾身，纵身一跃，有惊无险地接住婴儿，而士兵们则是瞅准时机 biu 2枪干掉了劫匪。劫匪不可置信地瞪大了老死鱼眼，死不瞑目啊！这叫什么？这叫邪不压正。